祝各位忠实观众2021新年快乐！如果喜欢我们内容，欢迎按赞、订阅、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恕我直言，我是树哥。不知道之前的生鲜果活动大家喜不喜欢？那如果没有参与到的观众也没关系，以后我们还有机会举办这样的活动。那今天会延续上次的内容来介绍伺服器的 RAM 记忆体。大家知道记忆体或 RAM 这样的名词吗？不知道也没关系哦。那我们今天会来说明记忆的分类、channel 通道、rank、DIMM 还有 ECC 这些比较专业的名词，那帮助你了解伺服器的记忆体。那了解记忆体之后呢，对你一般组装电脑主机板要用什么样的记忆体，或是选购伺服器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记忆体，你会更加的容易做抉择。那 RAM 是 Random Access Memory， 随机存取记忆体的缩写。那记忆体概念上就是大脑的一个记忆事情的一个区块。那大脑想什么呢？都会暂时记在这里，就像是金鱼脑一样，没有记忆能力。等等，其实科学家是有做过实验的。金鱼至少有数个月到数年以上的记忆能力，其实它没有那么笨的。前面几集呢有提到 CPU 跟芯片组 PCH 篮球就像夫妻一样，共组了主机板这样的一个家庭。那同时两者决定了他们小孩，就是决定主机板上面可以用什么样的零件。那其中记忆体这个零件呢，它可能因为 CPU 和晶片组而不同，有的支援 DDR4 2133 MHz。那有的可以支援更高的频率，像 DDR4 到22666的 MHz 的记忆体。DDR Double Data Rate 是记忆体的传输标准，意指每一个时脉周期，它的 clock cycle 有2个传输，就是 in 跟 out。这个系列的标准从 DDR2、DDR3 到 DDR4，然后还会根据不同的记忆体跟新的主机板会有不同性的规范，然后它彼此间是不相容的。那刚刚提到的 DDR 是266 MHz， 那它的2666呢，它其实代表的是每秒2666百万次的传输次数 ，mega transfer per second， 同时也就是记忆体的总运作时脉 clock rate， 单位是 MHz。那记忆体的这个总时脉呢，影响的是记忆体资料的进出的速度和内部他们找资料的一个时间。那换句来说，2666如果是以主机板一个通道及一个插槽来算资料传输速度，它是21.3 GB per second 的传输速度。那它算法大概就是让每个通道宽64 bit 乘上每秒2666百万次的传输次数，然后 bit 换算成 byte， 你就除以8，就是以下这样算式这样除下去，就会得到我们21.3 GB per second 的这样的传输速度。双通道是指说增加双倍的资料宽度，也就是增加的是频宽而不是频率。那频率是每秒几次，那频宽就是每秒能传输的量。一般消费者除了记忆体这个名词，大家可能会常听到 DIMM 是 Dual Inline Memory Module， 双列直插式记忆体模组的一个缩写，那也就是俗称的记忆体。那一般我们在市面上消费者可以买到的 DIMM 就是所谓俗称的记忆体。那它将多组记忆体颗粒焊在一片的电路板上面，那就是像旁边这样一整块，就是俗称的记忆体。那另外呢，还会很常到一个另外名词叫做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 DRAM，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这个名词。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所谓的记忆体颗粒或记忆体晶片 chip， 也就是旁边你看到这个图面上面黑色的这一块一块的，就是记忆体颗粒 DRAM。补充一下，你可能会常常听到 SO-DIMM 这个名词。基本上 DIMM 跟 SO-DIMM 是指记忆体外观的尺寸。DIMM 是我们常见的一般桌上型电脑所使用的记忆体尺寸。那 SO-DIMM 呢，则多半用于 NAS 或者是笔电型电脑的记忆体尺寸。它的尺寸比一般的 DIMM 短少很多，可能只有它的一半。再来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进阶观念，资料的传输从主机板的通道 channel。多个插槽到机体上面的组件，那其实它有一个大到小的一个阶层关系。通道 channel， 再来是 DIMM， 再来是 rank， 再来是 chip， 再来 bank， 再来是 row column 这样的一个关系。那第一个 channel 通道，它指的是主机板上的记忆体插槽分组。那一般来说，一个通道可能有数个相连的插槽。那常听到的，比如说双通道，那就是2个记忆体插槽分组。那之前观众呢，可能有问说，我们怎样插可以达到双通道的速度？
那一般来说，那我们会插同样颜色的插槽，2个插槽。那另外可以看到旁边的图，右边的图旁边2个黑色的插槽，两边各插1个，那这样就是双通道。那再来第二个说 rank， 那 rank 它是指连接到同一个片选 chip slate 的记忆体颗粒 chip 群组。那基本上呢，片选它其实是 CPU memory controller 上的一个 pin 角控制线，那控制资料的进出。那旁边这边有一个示体，就是 memory controller 记忆体控制器上同一个 chip select 片选所连接到各个不同的记忆体颗粒 chip 的一个示意图。那接着我们要说 bank 是组成一个记忆体颗粒的更小的单位。那一个记忆体颗粒 chip 它是由数个 bank 所组成的，那越多的 bank 记忆体的储存量、资料储存量会更多。那接下来 row 跟 column 它是实际储存位于电路板上面的一个更小的单位。伺服器记忆体会常听到 1R×4、1R×8 或是 2R×8， 其中 R 代表 rank，X4 与 X8 代表记忆体晶片上的 bank 数量。若你的 RAM 模组有2个 rank， 表示这个 RAM 模组能接受至少2条的 chip select 的讯号。在通道数呢、记忆体频率及颗粒数等相同的状况下， 2R 性能当然会比 1R 好。2个 rank 的模组因为它的颗粒数目比较多，加上制程的关系，大多数都会采用将记忆体焊在它的记忆体的2面，但2个 rank 不一定代表是双面，这常常会让人搞错，以为2个 rank 就是双面。这边有一个进阶的观念，那有兴趣可以听听看。那一般 rank 它是64bit 位元宽的一个资料区块，那在支援修正错误记忆体 ECC 的系统中，那它会再额外增加8个 bit， 那会成为72个 bit。那所以由于一个 rank 通常是64位元或72位元的存在，所以那如果以一个乘4 by 4的晶片制成的修正错误记忆体的 module， 那每个单面它会需要18个晶片。那以乘8晶片制成的修正错误记忆体模组，那每个单元其实只需要9个晶片。那同样的，那如果是一个乘4 by 4的非 ECC 记忆体，那还需要16个晶片。那以一个乘8 by 8非 ECC 记忆体，它只需要8个晶片。那这边呢，我们来帮一般记忆体做一个总结一下。那简单来说 ，CPU 及晶片组影响了主机板可以有多少的通道数及插槽数，及支援多少个记忆体。那越多的通道表示资料的传输量可以越多，它就有越多条的道路它可以传输，也就是资料传输量它相对的更多。那考量完一般的记忆体，那我们来说伺服器的记忆体。那伺服器的记忆体最常使用的就是 ECC Error Correcting Code DIMM， 具有资料错误侦测与校正的功能，它可以确保资料的正确性与完整性。另外，伺服器常见还有 UDIMM、RDIMM、LRDIMM， 那这有什么差别呢？那我们会在这边跟大家解说一下。UDIMM 的话呢，它是无缓冲的记忆体晶片，速度快，延迟低，就因为它没有经过缓冲资料的传发，才会有这个优点。那它缺点就是呢，它时脉比较低。RDIMM 的话是具有暂存时脉驱动器的记忆体，它可以让容量更大，时脉更高，但资料有经过暂存器的转发，所以速度会延迟比较多，并只有在特定的伺服器主机板才能使用。它功耗也因它有暂存器，所以导致需要的功耗也比较大。那最后的 LRDIMM 为低负载记忆体，以 DDR4来说，除了有暂存器之外，还有数个 data buffer 的资料缓冲器作为 buffer 的缓冲区域，可以进一步驱动更多的记忆体颗粒，并让它的可容量的容量更大。缺点是速度上较 UDIMM、RDIMM 来得慢，因此需要多层缓冲才能转发资料。那接下来我们以实际的例子来说明一下。那首先 Supermicro 的这张 X11DPXT 的伺服器的这张主机板呢，那它具有 Dual Socket LGA 3647，它也可以支援第2代 Intel 子样可构中处理器。那如果实际搭配，例如说以 Intel 子样 Go 6246
这个处理器来说，那它支援的记忆体通道数就有6个。那如土黄色右边框起来这样，那它每一个通道呢，它因为可以支援1支锭，或者是每个通道可以支援2支锭，所以那 CPU 你看到这边左侧的3个蓝色插槽就会有2个通道，那左边的黑色插槽里面有1个通道，那加上 CPU 右侧的插槽，那总共呢就共有6个通道。那这张主机板呢，它可以总共有16个插槽，那它最高支援是4TB 的 ECC RDIMM 293MHz， 跟最高4TB 的 ECC LRDIMM DDR 4的293MHz， 或者是2TB 的 DCP DIMM 266 MHz。补充一下，如果双处理器系统中仅安装一个处理器，则只有一半的DIMM插槽可以用。为了最大限度的提升高效能，建议平衡所有已安装处理器之间的总记忆体容量。安装2个处理器时，平衡2个处理器之间的DIMM的数量。那 Supermicro 这张 XE-DPHT 的伺服器主机板，它必须从蓝色插槽开始插完，才能插黑色插槽。那蓝色插槽本身，它依序你可以依照我们这个图表，就是先插红色框起来的蓝色插槽，来再继续依序就是黄色框起来的部分，跟紫色框起来的部分，跟绿色框起来的部分，再来是粉红色框起来的部分，再来是咖啡色框起来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参考一下这样子。一般实务上来说，插上哪些插槽需看主机板的配置图。一般的使用者手册 User Guide 都会提及怎样插、如何使用。以上是今天的内容，谢谢收看。不要太想我们啊。